你有没有发现，在世界经济的讨论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国家哪怕经济体量不算特别大，却总是被媒体、投资圈挂在嘴边，而有些地方明明手握世界产业链的命脉，却被长期低估，甚至被忽略。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台湾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有人说它只是代工厂，靠给别人打工生存；有人说它的经济全靠一个企业台积电支撑，一旦台积电出事，台湾就完了。还有人干脆认为，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台湾的经济只是个附属品，迟早被挤出全球舞台。但真相是这样吗？如果你愿意耐心听我今天这一杯杯茶聊下来，你会发现台湾经济的真实实力被全球低估了很久，而且它的底盘不只是台积电，而是一整套几十年磨出来的产业体系、金融缓冲和地缘布局。这些东西决定了它在全球经济里远比你想象的难被替代。今天我们不搞政治口号，也不卖情绪焦虑，就想用这个视频让你看清楚台湾经济有多硬。一个看似渺小却让世界离不开的地方。先说个最简单的感受，如果你只看地图，台湾就是太平洋西岸的一块小岛，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比葡萄牙还小，人口2300多万。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小地方能有多大能耐，可只要你低头看看手里的手机、桌上的笔记本、办公室里的服务器，甚至停车场里的一辆电动车，里面都有极高概率藏着 Made in Taiwan 的核心零部件。我不是在说螺丝外壳这种大众零件，而是那些决定产品能否运转的大脑——半导体芯片。尤其是台积电 TSMC， 在全球最先进制程芯片的市占率超过 90%。 你可以这样想，如果台积电哪怕只停工1周，苹果的 iPhone、NVIDIA 的 AI 服务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都会直接陷入生产停摆。这不是夸张，是现实。全球各大科技巨头哪怕在政治上有分歧，在商业上都离不开台湾的芯片供应。这就好比全球都在用同一根生命线，而这根线的总开关就握在台湾手里。可是台湾的经济实力并不只靠这一根线，这正是外界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它的底盘比你想象的宽得多。被低估的经济规模。先把最硬的数字摆出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数据显示，2024年台湾的名义 GDP 约为82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21，比瑞士、西班牙都高。而且它并不是靠庞大人口撑起来的经济总量，台湾的人口只有2300多万，平均每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能力远高于大多数亚洲国家。如果按购买力评价 PPP 计算，台湾的人均 GDP 接近7万美元，这个数字放在全球可以排进前10，与美国、挪威这些发达国家并肩。可有意思的是，这么亮眼的数据在国际舆论中几乎没多少曝光度。原因之一是台湾出口的很多产品都是全球品牌的幕后供应，观众看到的是苹果、特斯拉、ASML， 却很少有人去查那些关键部件究竟是谁造的。台湾的经济长期处在这种后台模式里，低调不显眼，但稳定赚钱，这也导致它的真实实力被低估了整整几十年。出口结构里的隐形王者。我们来翻一翻台湾的出口清单，就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前10项出口产品中有7项直接和高科技制造相关。2023年，台湾的出口总额接近4400亿美元，其中半导体占了1/3以上。不仅是芯片，台湾在精密机械、
光学元件、电子材料等领域，同样是全球重要的供应源。举个具体例子，德国、日本的高端机床，很多关键零部件来自台湾；瑞士的精密手表，某些零件也是台湾制造的；甚至美国的航天项目，也会从台湾进口特定电子元件。台湾就像是一场大型舞台剧里的幕后团队，台上的明星是苹果、三星、特斯拉，观众的掌声都给了他们。但如果后台递道具、换场景的人罢工，这场戏立刻演不下去。4. 金融与外汇的安全垫。制造业强是一回事，但很多国家制造业强，却依旧抗风险能力差，因为一遇到国际金融动荡，外汇储备不足，债务高企，就会被资本市场当成软柿子捏。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它的外汇储备常年稳定在5000亿美元以上，全球排名前5，仅次于中国大陆、日本、瑞士等极少数经济体。这意味着它有足够的资金应对金融危机、汇率暴跌等冲击。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相对可控，财政赤字也不算严重。在很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里，这是非常罕见的。你可以用生活化的比喻来理解：2个家庭收入差不多，但一个有几十万的存款，房贷不重，另一个欠了一屁股债，卡里没钱，谁更能应对突发事件？答案不言自明。5. 分布式的产业网络。除了金融缓冲，台湾的产业结构本身也有很强的防御力。不同于韩国那种财阀一统天下的模式，台湾的制造业是高度分散的，整条产业链被拆成无数环节，由不同的中小企业负责。这些企业往往专注于一个领域，有的几十年只做一个零件、一个技术，像做精密螺丝的台达，做 PCB 的新兴电子，做光学镜头的玉晶光。这些名字普通人可能没听过，但在各自领域都是全球前几。这种分布式产业结构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渔网，哪怕某个点破了，整张网依然能兜住产业链，不至于被冲断。6. 内需市场的缓冲作用。很多人以为台湾完全依赖出口，其实不完全是。2000多万人口带来的内需市场，在经济低潮时也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比如食品零售、医疗观光业，这些行业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时候，依旧能维持相对稳定的需求。尤其是医疗台湾的健保体系，虽然财政压力大，但它带动了医疗器械、药品研发、护理等周边产业的发展。这种内需就像经济的安全垫，当外贸遇到风浪，它能帮经济慢下来，但不至于摔得太重。7. 地缘位置的黄金红利。台湾的地理位置是天生的王牌，它正好卡在第一岛链中段，东临太平洋，西望中国大陆，北连日本、韩国，南接东南亚。你只要看一眼航运地图，就会发现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贸易路线之一就从它的近海经过。高雄港就是例子，长期以来它稳居全球前20的货柜港口，不仅服务台湾本土，还为区域内的转运业务提供关键支点。许多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的货物要出口到东南亚、南亚，都会在台湾中转。这种位置带来的红利不只是港口业务，还包括航空物流、供应链调度的优势。在当今这个供应链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谁能快速把货物送到客户手里，谁就能多一分竞争力。台湾不仅在造东西上强，在送东西上同样效率惊人。更重要的是，这个地理位置让台湾能同时接触到不同经济圈。它和美国、日本有深厚的科技合作，与东南亚有贸易往来，与中国大陆有供应链互通。一旦某个市场遇到问题，它能迅速调整出口比例，把风险分散掉。8. 危机中的2次关键转折。台湾经济的韧性不是天生就有的，
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中被锤出来的。历史上有2次关键转折，彻底改变了它的经济结构。第一次是1980年代的产业升级，那时候台湾的支柱产业是纺织、塑料、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可随着人工成本上涨，这些行业的竞争优势迅速被东南亚国家取代。如果继续走老路，台湾很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产值上不去，产业竞争力不断被蚕食。当时政府和企业几乎是背水一战，决定压住高科技制造业，台积电、联电等一批芯片企业诞生，电子制造迅速成为台湾新的支柱产业。这一转型让台湾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成功抓住了全球 PC 和手机产业爆发的风口。第二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年外需骤降，台湾出口一度下滑2位数，很多国家花了3到5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台湾却在1年内实现强力反弹。原因是它快速调整出口市场，增加对中国大陆、东盟的出口，同时推动服务业与高端制造结合，释放内需潜力。这2次危机的共同点是，台湾没有死守老业务，而是果断转型。这种敢于调整的基因，让它在今天的全球经济动荡中，依然保持一定的安全边界。9、技术积累的深度。外界常常只看到台积电在芯片上的领先，却忽略了台湾整体的技术储备。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虽不如美日那样声名显赫，但在工程、材料、机械等应用领域的研发能力极强。工研院、中研院等机构长期和企业深度合作，把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商业产品。这种产学研结合的模式，让台湾在新兴技术的商用落地速度很快。例如在新能源车领域，台湾不仅能做动力电池的管理系统，还能生产高精度的车用芯片。在医疗影像领域，台湾企业能提供与西门子 G1 竞争的高分辨率成像设备。在 5G 通讯设备上，它能为欧美运营商供应稳定、低延迟的核心零件。这些领域的技术门槛高，替代难，一旦占据市场，就很难被轻易撼动。这也是台湾长期稳坐全球供应链核心的原因之一。10、与韩国的差异，品牌光环 vs 供应链控制。韩国的经济模式很大程度依赖三星、现代、LG 这些国际品牌。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利润高，消费者熟悉度高，但风险也集中。一旦品牌失守，整个集团甚至国家经济都会受影响。台湾走的是另一条路，它并不执着于打造全球知名的消费品牌，而是把力量集中在供应链最核心、最难替代的环节。比如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这些公司虽然普通消费者可能没听过，但他们掌握着全球科技制造的咽喉。举个简单的对比，如果三星手机销量暴跌，韩国 GDP 会立刻感到压力。但即使全球手机出货下滑，台湾依然能靠车用芯片、AI 运算芯片、服务器芯片等其他业务保持稳定收入。这种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模式，让台湾的经济韧性远高于单一品牌驱动的国家。11、与日本的差异，传统巨头 vs 灵活专精。日本经济的体量是台湾的好几倍，产业链完整度全球前列，但日本的大企业普遍历史悠久，结构庞大，在面对新兴产业时反应速度相对慢。台湾的中小企业网络则灵活得多，客户需求变了，几个月就能改产线，新技术出现，很快就能有企业进行研发、试产。这种灵活度在技术迭代加快的今天，成了台湾的重要优势。日本的优势在于深厚的品牌积累和技术储备，而台湾的优势在于快速的市场适应力。在一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速度往往就是胜负的关键。12、与新加坡的差异。
金融中心 vs 制造中心。新加坡的经济模式是以金融、航运、高端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占比不高。它是全球资金流动的枢纽，但在实体制造能力上并不突出。台湾虽然也有港口和贸易优势，但核心竞争力在于实打实的制造业和研发能力。它能生产从高端芯片到精密机械的一整套工业产品，这种能力在全球产业链里极难替代。更关键的是，新加坡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来维持生活和产业所需的物资。一旦全球供应链出问题，它的制造自给率很低，而台湾在关键领域不仅能自给，还能反向出口给全世界。13. 国际话语权的缺位与低调的好处。台湾长期缺席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很多全球排名和统计中被归为其他或地区，再加上两岸政治议题经常占据舆论焦点，经济成就自然被冲淡。这种缺乏国际话语权的状态，从宣传角度是吃亏的，但从竞争角度看，反而让台湾少了很多被针对的风险。它低调，不宣扬自己是全球制造中心，于是能在幕后稳稳赚钱。这就像一位餐厅里的顶级大厨，不需要天天上台夸自己做得好，只要保持食材和手艺，客人自然会一直来。14. 投资人的视角，稳得惊人的低波动蓝筹。在资本市场上，台湾被一些资深投资人称作亚洲最被低估的优质资产。原因很简单，它的产业结构粘性高到离谱。以台积电为例，苹果、NVIDIA、AMD、特斯拉都依赖它的高端制程。全球能做到同等良率和产能的企业几乎没有第二家。对这些客户来说，换掉台积电不仅成本高，还要冒巨大的技术风险。这种无可替代性意味着台湾制造业的订单稳定性极强。在华尔街，一些基金经理甚至会把台湾板块单独拿出来分析，因为它的波动比港股、韩股小很多，长期回报却非常稳。一个美国基金经理曾说过一句话：在亚洲，如果你想投资一个能睡得着觉的制造业市场，那就是台湾。这不是恭维，而是冷冰冰的风险收益比计算出来的结论。15. 人力资本，稳定且高质量的执行力。经济竞争力不仅是产业和技术，还包括人。台湾的工程师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口碑非常高，不只是因为技术过硬，还因为执行力强，配合度高。你去问那些和台湾企业长期合作的欧美日客户，大多会用一个词：稳。这份稳体现在按时交付、细节精确、问题解决快速。在高科技制造领域，一个零件的误差可能导致整个项目延期。台湾的劳动力在这一点上的可靠性，是它能长期拿下国际大单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跨国企业愿意在台湾设研发中心，不仅是因为技术配套，还有人力资本的稳定性。16. 高端制造的溢出效应。台积电的成功证明，台湾有能力在全球最尖端的制造领域占据制高点。未来10年，这种能力正在向更多领域溢出，例如新能源车、台湾的电控系统、动力管理芯片已经进入特斯拉、比亚迪等供应链。航天，台湾企业正在为欧洲、美国的卫星项目提供高精度通讯模组。医疗设备，台湾在手术机器人零件和高端影像系统上逐步扩大出口份额。这种溢出效应意味着台湾的高端制造业不再是单一的芯片独角兽，而是向多点开花的产业群落演进。一旦形成群落效应，它的经济稳定性会更高。17. 服务业的国际化加速。过去台湾的服务业更依赖本地市场，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它的服务业出口正在加速。游戏产业，台湾的研发团队在东南亚市场尤其受欢迎。金融科技、跨境支付、
风控、电子钱包方案，已经输出到东盟、中东，文化创意、音乐、影视、设计产品，通过网络平台迈向全球华语圈和日韩市场。这种国际化让台湾的经济多了一条隐形的数字出口线，不再完全依赖货柜贸易。未来，服务业占 GDP 比重有望突破 70%， 成为经济的第二条支柱。18、地缘风险下的分散化应对。不可否认，地缘政治是台湾的长期风险因素之一，但经济上的应对已经在过去几年显现成效。10年前，台湾出口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依赖度超过 40%， 到了2024年，这个比例首次被美国市场超越，对美出口占比反超大陆，同时对欧洲、东盟、日本的出口也在逐年增加。这种多元化策略就像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哪怕某个市场遇到冲击，整体出口仍能保持韧性。19、科技与能源转型结合。台湾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这在能源安全上是弱点。不过，现在它正用半导体与储能技术结合，开发高效的能源管理芯片、智能电网系统、储能设备。如果这条路走通，台湾不仅能减少能源依赖，还能在全球绿色能源产业链占据一席之地。这将可能是继半导体之后的又一张王牌。20、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应对。到2025年，台湾将进入超级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20%， 这会带来劳动力不足和社会保障压力。台湾的应对策略有2条：自动化，加速工厂智能化，减少对人力依赖；引才，放宽签证，吸引海外高技能人才，尤其是东南亚与欧美的工程师。这种压力反而可能促使台湾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强化技术升级速度。21、被低估的战略价值。综合来看，台湾就像一只市盈率偏低的蓝筹股，基本面好，产业稳，外汇足，债务低，现金流稳定，供应链核心环节不可替代，风险可控，市场多元化，技术持续升级。它没有大张旗鼓地告诉世界自己有多重要，却在默默控制着全球关键产业链的节奏。这种低调反而成了某种护城河。22、如果有一天，世界不再只用政治视角定义台湾，而是用经济数据、产业实力去评价它在全球经济地图上的位置可能会比今天高出一大截。可那时候的台湾或许会怀念如今的被低估，因为低调赚钱比站在镁光灯下被放大镜审视来得更安全、更长久。台湾经济的故事就像一盘布局缜密的棋，它不急着亮王炸，不炫耀手里的底牌，而是一步步步子让对手无路可走。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它或许是最安静，却也是最稳的赢家。